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让我在开始直播之前呢，先去发个 Twitter 啊，先通知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还没有到现场。说直播开始了，走你，然后 Discord，OK，咱们都在聊什么啊？老范好，美西先给你点个赞啊，欢迎。马斯克最近真是风光无限，人生巅峰啊！是的，刚刚还在看说他这个行纳粹礼的事情，怎么说呢？我觉得也刚听了散人在讲这个事情，说他去行了个纳粹礼，然后呢，他觉得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像是一个，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媒体，这样去报道事情非常无耻，啊，应该是 BBC 还是谁干了这么个事儿啊？非常非常无耻。这件事儿我觉得应该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呢？呃，事情呢，其实是，就是他们确实觉得马斯克这帮人呢有点太右了啊，这个是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他们整个这一次的话，呃，就是很多正统的老大没来，对吧？比如说英国首相没来，德国总理没来，压根儿都没邀请。然后这个好像法国总统也没邀请啊。但是呢，他们都把这些国家的极右翼或者右翼政党的领袖都请回来了，比如说像德国的魏德尔啊，什么这些人都给请回来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向右转的一个过程。这个 BBC 呢，我估计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渲染吧，说你们看啊，马斯克去行纳粹礼了，其实呢是告诉大家说他们向右转了。最大心愿，这个老范的节目可以这个是什么变得更好吗？好吧，然后我的稿子呢这儿呢，走你。晚上好，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老范读评啊，然后这个还要再调整一下，好了。那么第一条，TikTok 封禁大戏上演难民出逃小红书这一条上头写了，中国国资在字节董事会有一票否决权。这个一票否决权这个词儿呢，大家听起来觉得很大啊，非常的这个高大上，但其实一票否决权这种东西是非常谨慎的，而且起作用的过程其实也是呃非常严格的啊，就并不是说我有个一票否决权，什么事儿都要听我的。因为我们以前天天跟人写这个投资程序啊、投资协议啊，写这种董事会决议啊，写这种东西，这个一票否决权，是会叫这么个名字，但是呢，我们通常什么东西叫一票否决权？它一般是这么来规定的，就是当发生某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必须经过我同意才可以成立啊。这个东西呢，一般前头是要有一个前提条件的。我们见过最常规的一票否决权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比如说我投资了一个项目啊，然后我在里头占了比如说5%的股份，那么我在里边会写一个条款啊，就是一般都会有这个条款，就是当我的权益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必须经过我同意啊，这个就是要一票否决权了。因为比如说我在里头原来有很多很多权益啊，我应该有知情权，应该有各种的这个决策权或者什么这样的权利啊，我应该有。你不能够不问不告诉我啊，就去改我的权益，那么这个就叫一票否决权。那你说中国国资里头到底有哪些一票否决权？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协议。虽然现在这个协议呢，并没有公开出来，但是如果是美国搞的这个事儿的话，它还是可以看的啊。不是任何事情
你不经过我同意，你都不能干，那这事儿你就是 CEO，你就是老大了，对吧？这个就不叫一票否决权了，一票否决权一般都是有前置条件的啊，所以不要太觉得一票否决权这个高大上的东西会怎么样啊。这个再往后啊，说这个化妆糊涂啊，中国的技术团队可以完全中立吗？可以不听从这个我党的命令吗？你敢直面这个问题吗？其实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么去想这个问题就有不对了。很多的这个国家，他们的政府机构都会去找到这个，自己的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啊程序员呀、员工啊，或者是他们这个国籍的人，然后要求他们去做一些配合，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光是中国有，对吧？这个所以大家不要太去觉得说，是中国人就怎么样了，是中国程序员就怎么样了。这个一般情况下他也顾不上你啊。再往后啊，说句公道话，美国封禁 TikTok 也没什么可责怪的，谷歌、Uber 也都被赶出中国了。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我们不能这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怎么想呢？就是呃，谷歌其实是主动退出的啊，我们没赶他。现在呢，他也还在努力想回来。我们也同意他回来啊，这个但是前提就是你还得守我们规矩嘛。然后 Uber 呢也是如此，Uber 压根儿就是说他玩不下去了，他走了，对吧？他跟我们实在卷不过了，挣不着钱了。因为对于公司来说，他在哪个地方挣钱，在哪个地方不挣钱，他自己是明白的，对吧？那我在中国不挣钱，那我为什么要在这儿跟你们继续折腾呢？包括像 Airbnb 啊什么的，在中国现在好像还有运营，但是呢，应该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因为发现不挣钱，对吧？跟我们卷不过。谷歌呢，其实也有类似的问题，就像最近呢，马斯克也在阴阳说，哎，你看我们让这个 Twitter 让这个 TikTok 在美国复活了，但是我的 Twitter、我的 X 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国运营呢？对吧？这个事情也有人跑去问那个外交部发言人，对吧？当时应该是毛宁吧，在那儿去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向来都是欢迎他们来的，但是前提你得守我的规矩。”那你说为什么守我们的规矩这么难啊？这个原因呢，其实还是有的啊。这个咱们前面都是讲说，这个我们欢迎他们来啊，但是因为中国的很多规矩呢是潜规则啊，或者说呢，它这个规矩的运作方式呢比较奇怪啊。那么对于这些谷歌也好、Twitter 也好、YouTube、Facebook 这些公司来说呢，他们想去守这样的规矩的过程呢，它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啊。在中国，他挣到的这个钱，他不够干这个事儿了，所以他们就选择不进来啊，是他们自主的选择。而且还有些规矩，他守完了以后呢，可能会违反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些法律。比如说，我们要求谷歌说你要把 Gmail 里的内容拿出来给我看，对吧？这个那谷歌说这不行啊，这个我们没法儿给你这样的这个条件啊，因为这个跟我们其他国家的一些法律冲突了，对吧？或者是我们要求这个Twitter 啊，或者是 Facebook，你必须要删除哪些东西啊，而且这些呢，你不光是要在中国删除，你要在其他地方也要删除啊。那么这个呢，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一些法律冲突，他就没有办法去遵守啊。所以这个就是谷歌也好啊，Twitter 也好，在中国运营下去的这件事情，是可能一方面就是合规成本挣不回来啊，他就选择不干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在我们这里有一些合规的事情，跟他们原来其他国家的一些规则发生了一点小冲突啊。至于说 Uber，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 Airbnb 啊什么这样的公司呢，就纯粹是挣不回来啊，这个没什么别的办法，那就算了啊，我就不玩了。就 Uber 在国内还是运营了一段时间的，然后最后卖掉了，对吧？像亚马逊也是这样，亚马逊在国内把 Kindle 整个关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个图书嘛，图书的审核成本是很高的，对吧？那我们要求是这本删了，那本删了，删完了以后删的越来越多了，那说这个审核成本实在太高了啊，挣不回来了，算了，不跟你们玩了，对吧？他就退出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赶他出去的啊，只是这里的环境呢，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稍微的恶劣了一点点。这个继续啊，说美国人可以买一个中国的翻墙软件，翻到别的国家就能用了。这个事儿呢，第一个啊，就是当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川大爷还没上来呢啊，现在呢这个 TikTok 已经恢复服务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为什么要念这个评论呢？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儿。比如说吧，这个在豆瓣上有个小组叫"吃喝玩乐在北京"，然后呢，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约炮圣地啊，专门都在那儿约炮。后来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还找到过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啊，叫清风，他也是豆瓣的一个老的技术员工了，后来出去创业去了。他就跟我讲，他说很简单啊，就当时呢扫黄了以后呢，就把中国最大的几个约炮的这个网站啊什么都给关了。关了以后呢，可能就有一些人出逃到这个豆瓣吃喝玩乐在北京的这个小组里边，然后发现这里没什么人管啊，然后大家就相约都跑到那边去，然后他们也就没办法，只能在那个帖子里头啊，这个就整个小组里边进行了一定的维护啊，让这个后来这个第一约炮圣地在豆瓣的吃喝玩乐在北京这个里边呢，形成了一种美谈啊，最后就直接维持下来了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故事。后来有一次我们请他去在五道口一个活动上做演讲，然后下边一个人上来提问题，说我要提个问题。然后后来我说你哪儿的呀？你提问题啊？因为这种演讲一般我都是主持人。然后他就讲，他说我是那个网监的，然后给我们给吓的，对吧？啊，这个是存在过的。然后另外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应该是印尼啊，印尼也是出了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呢是当时有一个叫 VPN Master 的一个中国做的软件啊，在印尼突然下载量暴涨，也是他们出了事儿，然后进行网络封闭。然后这个 VPN Master 这个软件呢，就是以前跟我一块儿做节目那个沈彤他做的，对吧？后来被陈大年收购的一个案子，对吧？就是以前我们是遇到过这种事情的。然后美国好像是我忘了前一段时间是哪个州说禁止使用什么软件，然后大家也都跑到那个州去下载这个 VPN 软件，然后四处去，这个就属于真的叫泼天的富贵就来了哈，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好，我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过年节目怎么安排？过年应该会停更吧？我过年应该会跟我老婆回娘家，然后反正能更就尽量更啊。但是呢，过年更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会有特别多的主题，没准儿就是如果网络允许的话，我就把这个摄像机支起来，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儿，这个事儿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有可能会不太定时啊，这个就是想起来就跟大家聊聊天儿、拜拜年啊，这个是可以去做的。对，感觉诱的有点狠。对，这一次川普上台，马斯克上台，确实诱的有点狠。而且你看马斯克上台那个上蹿下跳，然后上面讲那个话，说这是一次最重要的选举，或者什么什么这样的事情，就真的是他认为这一次选举就可以改变世界，就可以拯救人类了。这个还是稍微有点危险的啊。这个是，哎，这个就是确实是摇摆吧，就是前面太左了，现在太右了呗。上周末没有装药盒吗？是的啊，这个是因为周末在写程序，最近在玩一些特别好玩的这个程序。当然上周末还不是写这种程序啊，上周末是我在做一个这个博客站的搬迁啊，最后呢，反正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折腾到大概0点以后了，就不再打搅大家了，就没有再去装药盒。在阿登地区向老范问好。哎呀，欢迎欢迎！这个阿登突出部战役，对吧？这个我还是知道的。然后这个谁在不在？这个徐凯在不在？这个家伙是不是不好好听课？范老师好，又赶上这一波了啊！欢迎欢迎。好，今天是不是没有开收音？哎，再来一次。好了，现在应该好了。对，刚才这个麦克风夹在身上，但是忘了开了。来了来了，欢迎。中国老板所到之处寸草不生。Timo 在澳洲的物流连老钟都不看了，对，他们总是在测试这个忍受的极限在什么地方，这个就跟某些东西挤一挤总是有的就好了。
对了，我也觉得声音不太一样。是的，这个我是刚刚处理了。这个英语单词你们就不要考我了。有几个州是限制了啊 Pornhub， 对，是的，这个就是色情网站限制了，又是大势所趋，我觉得也算是一种矫枉过正吧，又纠偏纠回来了。现在主流那几个看起来很美国的梯子，这作者都是自己人嘛，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说集采药不好的上海医生自己注销微博了，那怎么办呢？对吧？这很正常。这个老范忙着写代码投给马斯克嘛？啊，倒没有。最近在玩那个，就是这两天在玩这个叫谁呢？就是字节新出的那个 AI ID 啊，那个挺好玩的，对，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你像我这后边这个程序还在跑着呢，对吧？这个，但是现在就不去改那个了，等直播完了我再去改那个。徐老师在你旁边呢，同一辆车上，刚看完一辆虎王坦克，好吧？这个虎王坦克是一种非常精巧的玩具，经常事故故障率还是蛮高的。哎呀，我也想去你们那儿玩去。哎呀，这个实在是等下次有机会吧。继续说，李开复是第一个倒下的 AI 六小虎啊。这一期里头说，有人说为什么感觉没听明白呢？谁能给总结一下，到底01万物现在是啥状态？其实怎么说呢？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听不明白这一期啊，因为这个Richard 强虽然是离开了这个叫做什么呢？虽然是离开了01万物，但是呢，这个还是比较有礼貌啊，不愿意去骂人，对吧？从我现在就是比较直白的讲，就是原来这些 AI 六小虎呢，都是要自己训练模型的啊，都是要按照一个自己训练模型的方式往前跑的，你才能拿到这么高的估值。那么李开复说我不干了啊，我不训练了啊，我以后就给人做应用了啊，我要向后退一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倒下了。只是呢，这个Open 强还在很努力的、很圆转的去说这个话啊，这个说的很委婉啊，让大家觉得稍微听的不是特别明白。再往后啊，01倒下，怎么会是行业有伤？怎么会对行业有伤害呢？不消耗行业资源，也不消耗用户试错精力，更重要的是释放人才，这是好事儿。再倒两三家更好啊，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个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整个 AI 行业呢，大家是有一定的困扰的。什么困扰？就是大家都不挣钱。那么在大家都不挣钱的时候吧，这个就不能有什么这样的风吹草动，因为一旦有这样的风吹草动以后的话，这个其他的公司再想拿钱就挺难的了，对吧？本来是大家咬紧牙关往前冲，然后都说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一定能跑过去，对吧？你现在一旦是把这个，有人倒下了，有人退下了，对吧？那么可能剩下的人那口气就憋不住了，然后其他外边的人，比如说该给钱的人，就不愿意再去给了。啊，现在据说是，Kimi 啊，叫 Moonshot 这个月之暗面也快玩不下去了，对吧？这个就会很麻烦，就跟前面比如极越汽车倒了，那么所有这些造车新势力就赶快出来说，哎，我没事啊，我还能活下去。那你为什么要出来说嘛？就还是怕嘛，怕这个信心一下丢了以后，大家车卖不掉了，钱融不来了，这个事儿就混不下去了吧？大家还是怕这个事儿。所以呢，这个大模型这块也是如此。前几天拔智齿打了3针麻药才有效果，第3针显然就是跟前两针不一样，药水溅到下巴，有一种剧烈的针刺感。哎呀，这就没法说了，这个打麻药这个事儿是最没法说的，就是整个集采药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高血压的药，原来吃1片，现在需要吃2片。其实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吃的卡维地洛原来都是比较小剂量的片剂，后来呢都是大剂量的片剂了，现在剂量大了1倍。
但是我呢都是把它拆成一半一半的来吃的，就是每次吃半片，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换国产药的这个过程，它就是把剂量直接加大了。然后所有的这些药里头最害怕的就是麻醉剂，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比如原来打1针你就睡了，现在呢打2针你没睡，打3针你睡了，但万一你打完3针你睡了以后，最后你不醒了咋办？对吧？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就是麻醉剂这种事情，多打几针才睡不是大毛病，但是你多打了几针你睡不醒了，这就是大毛病了，对吧？这个是非常吓人的啊！快来啊，的确线路安排的非常有意义，都是深刻不俗的这种景点。这个，哎，是啊，你们啥时候这个能够稍微闲下来，咱们开直播呀？董王今天刚刚宣布，软银、奥特曼、甲骨文绑在一起烧$5000亿搞 AI。这个明天来讲这故事吧，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讲一讲的了啊。这个最近这个O3在这个作假这个事儿呢，这个其实，看了一下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就是他这种数学呢，已经完全超越了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范围，对吧？那么说他做出来了，说他没做出来，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感受的。那么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呢，又有一些咱们叫瓜田李下。什么叫瓜田李下呢？就是，这个你在这个瓜田旁边啊系鞋带啊，在李子树底下呢扶帽子，对吧？那你说你到底是偷瓜了没有啊，还是偷人李子了没有啊？这事说不清楚。然后呢，他这个做这个数学的题库呢是 OpenAI 赞助的，对吧？然后呢，他们还在里边有一些后台的接口。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瓜田李下的故事。因为对于 OpenAI 来说，他去赞助这样的这种数学问题的收集，其实可以想象，因为他已经跑到最前面了，没有更好的数学问题的话，他就没法再往前训练了。他所以必须要花钱去这个找人，对吧？去做更好的数据，才可以继续训练下去。那么现在，就有人说了，说你这个事儿有问题啊，你这个不对。这个事儿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原来雷军老书记讲，说这手机好不好啊？不服跑个分啊，对吧？但是跑分那个软件叫什么呢？叫安兔兔。安兔兔属于谁的呢？安兔兔是猎豹移动全资收购的。猎豹移动里头最大的股东和这个票数最多的人是谁呢？是雷军，对吧？那你说他这个是不是也是瓜田李下的？原来每次雷军出去喊不服跑个分的时候，下面人要喊的说你跑分作弊，这个事儿其实是一样的，对吧？这个沈阳一个医生吐槽，术中病人醒来啊，补了一针，血压咔嚓就往下掉。这个国内的很多药品确实是没有办法。终于第一次赶上老范的小年直播了，为老范这个挺英点赞，好吧？哎，今天是小年哈，小年应该吃什么？还真搞不明白，应该吃饺子吧？上来就20秒广告，20秒有点太长了，跳过呀。一颗智齿国内得1000块，拔个牙都拔不起。没有，我没拔过智齿，但是我做过那个根管什么处理，那个我觉得没花多少，几百块钱吧，就是也是杀神经，然后整一通那个玩意儿。好，继续读评。说上期读评里头呢，我讲了说苹果是清教徒啊，有人说不乐意了，说笑死了，说苹果怎么可能是清教徒呢？你看看 OnlyFans 上面的这个视频都是用 iPhone 拍的，老范才是清教徒啊！这个，我觉得 OnlyFans 的视频是用 iPhone 拍的，跟苹果是清教徒这件事儿有什么关系没有？没有任何关系，对吧？你苹果呢，其实原来是管得很严的，就是什么色情应用啊、赌博呀，什么东西都没有。这几年才逐渐的开始放开，大家要看看互联网时代跟移动互联网时代，你去比较一下，互联网时代那个尺度比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太多了，对吧？因为为什么互联网时代是由是由国家来管的，是法律管。那么法律管呢，就很简单，这些色情网站它也有权利，对吧？你只要是没有违法，没有向这个18岁以下的儿童去开放这些内容，也没有儿童色情这些东西出来。那么它就是合法的，你要保护它的权益。而移动互联网时代呢，这个东西是由公司管，一个叫谷歌，一个叫苹果，这俩公司实际上都是清教徒公司。
对吧？那么他们呢是怕被人骂的。一说，哎呀，苹果上面你们怎么可以有色情内容呢？他们会觉得这个影响商誉啊，就跟现在马斯克似的，对吧？这个影响商誉了以后，大家不在上面投广告了，他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所以他们啊，在这块的管理都会严一些啊。但你说这个事儿跟 OnlyFans 到底用什么拍的，真没关系。那 OnlyFans 的东西，比如说用索尼拍的，那索尼这帮人就坏嘛，对吧？用佳能拍的，佳能就坏嘛。这个别想太多了啊。再往后啊，这个拜登的 AI 禁令让英伟达的股价崩了啊。这个呢，其实好多人都在讲，说这个没崩啊，涨了呀，对吧？怎么崩了呀？昨天还这个大涨了3.4%呢。从半年线来看，还在高点啊。哪里崩盘了？封杀中国 AI，中国难道不会透过第三国来建立自己的 AI 这个训练中心吗？一定要在本国吗？可以透过中东国家买显卡呀，建立数据中心，在哪里训练啊？况且，需求远大于供给，哪怕没有中国市场，英伟达短时间内也不会崩。为什么是短时间？因为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创新的公司有更好的训练 GPU。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就很多人都觉得我讲这个英伟达股价崩了这个事儿呢是不对啊。因为呢，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啊，这个就是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的股价也是上上下下的，对吧？你不能说，哎，我过2天再看啊，然后我发现涨了，你就说错了，对吧？甚至我还有一个评论啊，他说我是你以前的这个付费用户，现在不付了，对吧？这个你原来还讲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崩了呢，对吧？但是现在你看比特币都到10万美金以上了，那我讲的时候肯定是什么？可能1年前的讲的了，对吧？这种比特币的币价呀、股票的股价呀，都是上上下下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比如说他正好发的时候崩一下，或者比如说这个谁这个在会场上讲的时候涨了，也是讲完了以后崩了啊，或者下降了，那这个事儿他不能怪我呀，对吧？他这个数据就是这么上上下下动的。而且所谓的崩盘这个事儿，它这俩字儿它是 AI 起的呀，对吧？我告诉他说我要点击率高的标题，那你起标题这个事儿，你总得用点大词儿吧，对吧？这个你那么认真干嘛嘛？就算是你买了英伟达的股票，你满仓英伟达的股票，对吧？这个你也不能因为这种事儿就这么怕刺激，对吧？这个不对的。这个我写崩了，那可能点击率就会高个0.1啊。这个而且就是我写崩的时候，它肯定是有崩的那一瞬间啊，但是崩完了那一瞬间以后，或者是崩完那1-2天以后，是不是再有什么变化？这个我负不了责任，对吧？就跟那个什么，你去问 GPT 谁谁的股票是怎么样，他一般会后边加一句什么呢？就是股票价格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如果你想了解最新的价格，请自己去看这个什么股票软件，或者去这个股票网站上去查去。对吧？你不要在我这儿这个就作为准数了啊，都会加这一句的。所以你们也不要太在意，说我今儿说崩了，明儿说涨了，然后你过个10天半个月，你再看说你说错了，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有点逻辑混乱了啊。好，继续说新加坡算不上恶意吧？说7%，欧洲的 T2和沙特7%上限也同样够有余了。就只是侮辱性强，完全没有伤害性。沙特、新加坡都做过白手套，而台湾如果不是制造地，估计也会 T2。韩国能拿到 T1倒是挺意外的，估计是要制衡台湾的啊，台湾你制衡不了，因为三星它就做不出来的东西，那你没办法，对吧？这个你韩国你再给他多少这个 T1的东西，他也做不出这个台积电来啊，这个事儿是没法整的。新加坡呢，确实是有挺多转口贸易，就是新加坡买了这个显卡以后，然后这个显卡就不见了。沙特呢，有转口贸易，但是没有那么多啊。而且沙特呢，很多的这个机房实际上是中国人开的啊，就阿里云啊、什么华为云啊，都大量的在沙特建立机房，对吧？然后因为沙特政府自己也愿意给钱来做这件事情，那么，但是现在这个行政令应该取消了吧？这个应该是一个行政命令。这个川普把所有的这个拜登的行政命令不都给干掉了吗？那这个行政命令应该干掉了，包括今天讲的这个叫什么星际之门计划，对吧？是1000亿美金还是5000亿美金？这个星际之门计划，那么这里头沙特还是要给钱的。如果他是 T2的话，
那王爷们为什么要给钱呢？不是说开玩笑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川大统领干得好啊，就应该把所有的这些禁令都干掉。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就不用再去讨论了啊，这个已经是过去式了，这个命令应该已经取消了。再往后啊，说以色列也被分为第二梯队抗议了。以色列跟中国关系应该不至于差。以色列大使接受采访说，准备启动中以元首外交，中国有机会突破限制。这个反正以色列呢，我估计还是这个稍微有点乱吧，那个地方。其实这一次整个的 AI 革命啊，或者 AI 2.0、AIGC 这一次里头，基本上就是犹太人跟华人。对吧？你想他这个沙姆奥特曼犹太人啊，伊利尔犹太人，然后他们这个 OpenAI 里一大堆的这个顶级科学家都是犹太人，然后剩下的你再看的全都是一帮 Asian face 一帮亚洲脸啊，而且这个 Asian face 里的印度人还不多，他俩是华人，对吧？所以这一次基本上是以色列人啊，有好多是犹太人和这个中国人啊搞定的这一次的这个叫做。AI 啊，第二 AIGC 的革命啊，还有人说了，英伟达的老黄对量子芯片的一句话，还有20-30年才成器，让这些暴涨如喷泉的概念股一日暴跌如狗，动了华尔街的奶酪，发出几宗炒冷饭的坏消息，在媒体喉舌一番输出，给黄老板一场小惩大戒。没有让他跌过支撑点，他们也不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再顺手收割一批被吓傻的韭菜。小院高墙里的内讧啊，与这个遥遥领先国无关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量子芯片这个事儿，黄老板不能说他说的是对或者错这件事啊。为什么？因为从现在看，量子芯片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离应用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啊，但是到底是不是20-30年还是5-6年这件事呢？我觉得有待商榷啊。至于说概念股这个呢，现在确实就是量子芯片概念股确实是涨得有点疯了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至于其他的呢，就属于阴谋论了。作为北方人，今天是吃的饺子，好吧？北方小年、南方小年应该不是南方小年不是同一天吗？还是说同一天大家吃的不一样？这个请南方朋友给佐证一下。今天北方小年啊，明天是南方小年，真的是这样吗？我还真不知道这事儿啊。都是吃年糕或者是某种蒸八宝饭。蒸八宝饭不吃吧？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了啊。前几天活生生错过川币，朋友提醒买的时候才不到10刀啊。那这个据说是这2天又开始暴跌了，就这种事情它本身没有什么一定之规的啊。听了老范的节目，开始做多特斯拉，空新东方大赚，然后多英伟达空新东方继续大赚。听老范的节目长知识，赚钱，再赚2倍后一定买老范的会员。你都大赚了，对吧？我这个会员才10刀，你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啊！赶快给我补上，把这个过去几年的都补上。赚了2次还要等赚2倍，没诚意啊！这个太过分了，这个人，对，太没诚意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形成。韩国人在上海，美国人在小红书，中国人在缅甸。老范怎么看？这个韩国人在上海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用太在意啊。你能有几个韩国人在上海？我估计能有个几千人到头了，对吧？那也是一个，这韩国我估计应该有几千万人口的一个国家吧？你有个这个几百人、上千人到上海转一转，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至于美国人去小红书，也就几十万人，这算什么大事儿呢？中国人去缅甸，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几百人，对吧？所以不要大惊小怪，不是什么大事儿。缅甸我还真没去过，但是也没什么想法。泰国我是去过很多次。好，继续读评论啊。Perplexity 加入电商大战。
说外国电商还算开放，价格不用登录就能看到，国内现在全封闭了。APP 和网页都是对于这种电商搜索聚合平台，在国内很难生存的主要原因。你登录去踩，人家会封你的账号。反正国内就是一个个平台全封闭的啊，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国内原来有比价网，对吧？后来呢就也不叫完全封闭啊，后来慢慢的再打开。这个但是呢，你登录跟不登录是两个不同的价格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百度，对吧？这个像原来淘宝是封锁了很长时间的百度，最近好像是逐渐在开放，对吧？也是要反垄断嘛，啊，这个事儿慢慢在开放，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是让百度把东西都爬走了的话，大家就会到百度上去投广告，而不到淘宝去投，那么淘宝这个事儿肯定是不愿意去接受的。至于亚马逊的话，我不太了解啊。亚马逊肯定是能够爬到信息，这个没毛病，包括 Shopify 都可以爬到信息。但是登录跟不登录是不是两个不同的价格，这个事儿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国内的电商网站一般就是登录了以后会有一个新的价格出来。继续啊，这个AI 时代不能简单套用移动互联网的逻辑，未必有什么流量入口。这件事儿我是不同意的啊。这个流量入口是一切的开始啊，你只要有了流量，才有后边的故事。如果连流量都没有，后边你连讲这个故事的机会都没有。AI 时代唯一发生变化的就是流量入口有可能发生迁移啊，有可能比如说从原来的腾讯这个淘宝迁移到比如说像豆包像 ChatGPT 像这种地方去迁移比如从谷歌向 ChatGPT 迁移，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最后大家争抢的依然是流量入口。继续说上次你直播的时候说过给雷军打过工，能不能说说雷军跟魅族老板黄章的故事？雷军真的有过河拆桥吗？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两个的故事我并不了解因为这个我给雷军打工是因为我是在雷系公司里头上班然后呢，有的时候需要写邮件找雷军批复因为我是这个公司的投资总监嘛，所以这个就是投资的案子超过一定的这个规模以上，我就需要给雷军写信这就是跟他给他打过工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雷军做小米的时候，我还没有在他那儿上班呢，对吧？这个而且呢，我跟雷军就是面对面开会的，其实是很少的。唯一的一次坐在一个桌上聊天是，当时猎豹移动上市就是早上起来在纽交所里敲钟，然后呢中午飞拉斯维加斯，晚上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叫 Caesar Plaza，就是那个叫凯撒Caesar Plaza 对吧？凯撒宫的那个酒店里边那个喝酒，然后跟雷军算坐在一个桌上聊过天其他的时候其实跟他打的交道并没有那么多。就我认识他，我现在坐他面前，他不认识我这个还是要实话实说的。然后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呢，啥叫过河拆桥，对吧？你上魅族去这个学习去了，去交流去了，那回来就不能做了，对吧？还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了，还是什么样的？哪儿那么封建残余对吧？这个我们四处去拜师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那有了我师以后，我肯定还得接着往前走对吧？也不能说我有了我师以后，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跟人学了一些东西以后，这个你就是我一辈子的师傅，我以后永远不能超过你，这都什么逻辑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的逻辑还要稍微正常一些继续，这个阿卡麦退出中国这个有人说了，说我是互联网大厂做 CDN 的，这些公司离开最大的原因是卷不过中国的 CDN 厂商 ，CDN 的门槛很低，只要我有机器、有硬件、网络资源就可以做 CDN。这件事呢确实如此就是中国的 CDN 确实是卷得非常厉害，他们在这儿不挣钱。刚才我在讲这个比如说 Uber 为什么离开这个 Airbnb 为什么不做了呀？包括这个亚马逊为什么不做了呀？原因也是这样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成本太高没法去盈利了，就不做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也要去思考，就是中国 CDN 的这个成本，
其实是分3块啊。第一块呢就是合规成本，这一块呢是要比国外要高很多很多。然后第2块呢就是叫做真正的这个机器或者说我这个运营成本，其实在这一块中国厂商未必比阿卡麦更省钱，对吧？这种你包括像原来做滴滴似的，滴滴你知道它在每一个城市里整个这个运营核心是非常庞大的，很多很多人在里头，对吧？那都是成本。这个 Uber 在中国每一个城市大概就是3-5个人就可以把一个城市的 Uber 运营的很好，也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么它这个一定是比你省钱的，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它最后卷不过我们呢？因为滴滴说我赔钱我干啊，对吧？我就算雇一大堆人管一个城市，我赔了好多钱，我接着给你干。那我的服务，我整个的管理一定比你细致。Uber 说我要再加人，我就亏钱了啊，我就不干了，对吧？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这是第2块，就是它的一个管理和运营成本。然后第3个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 CDN 呢有很多比较奇怪的东西啊。咱们有一种东西叫 PCDN， 就是比如说我是这个做电视的，对吧？然后呢，我会利用每家的电视机去做这个 CDN 缓存，这样我就可以少买 CDN 服务。包括原来迅雷也做这个盒子什么，它还有很多这样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加入到 CDN 市场里边去。那这个谁呢？这个阿卡麦确实是有点卷不过我们。而且从阿卡麦的这个状态来说，其实我在节目里也讲了，就是他在很多的国家是赔钱的，但是他愿意继续做啊，因为赔的也不是很多，对吧？因为这种国家本身访问量也不大嘛，所以他赔的也不是很多。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他如果赔钱继续做的话，他会赔好多钱，对吧？所以他就说算了，不做了啊。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再看这边啊，这个今天股市又跌了啊，这个就没法说了，涨涨跌跌很正常的。CDN 正规你成本最起码80%，非正规成本最多5%啊。玩了8年的 CDN 老玩家啊，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你讲的估计是那个 PCDN 那些东西，他那些玩意儿呢，不好说，就是反正大家都在讲这故事，但是这块故事到底就是能够对成本做多少就不好说了啊。好，我们继续。马斯克 boss 直聘，只看代码不看出身啊。这个有人说了，说看题目就觉得非常不靠谱，是不是收集代码用来机器学习了？这个我觉得倒不用担心啊，因为大量的代码其实本来就在外面，不需要你去收集。因为你像 GitHub 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代码，就是原来大家就说，哎，你这个，就是微软的 GitHub Copilot 是不是就是用 GitHub 上的开放代码去训练的？这个反正大家也是吵了很久啊。我现在再去训练大模型的代码能力，应该不需要重新收集代码。继续，马斯克80%的时间花在工程技术上，并不是在企业管理上，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出色的产品。也就因为日本的软件开发管理有问题，才会导致日本的软件水平不高。这是分2件事啊，就是马斯克到底花多长时间在工程技术上呢？有可能是花的比较多，他应该是比正常的这种企业家或者说叫职业经理人吧，在工程技术上花的时间要多得多啊。但是不是花到80%这件事呢？我没有去统计过啊。至于另外一块企业管理呢，在美国有一点比较好是什么？就是它有一堆的这个咨询公司、管理公司，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这个就是职业经理人啊，就是比较有素质的职业经理人可以去供他使用，所以呢，他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技术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是找了一个 Facebook 的早期员工啊，我记得叫王怀啊，他就跟我们讲说，这个中国的老板就很怪，什么呢？说中国的老板每个人都想发明制度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去整一套这个企业管理的一个方法出来啊，这个在美国就没有。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我说美国公司，特别是这种大型技术公司，他们的这个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制度都是怎么来的？
他们都一样吗？他说都不一样啊，谷歌啊、Facebook 呀，什么包括特斯拉，就是每一家的这个企业的管理制度全都是不一样。啊，我说那都不一样，那这些东西不是由老板来制定，不是由这个老板的狗腿子们来维护的吗？他说不是的啊，他说这些公司的这个管理制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请咨询公司啊，就是当这个企业达到一定规模以上啊，就是小了你也不用费这个劲，达到一定规模以上，就花钱请咨询公司，然后咨询公司就过来先去收集需求，说你们想要怎么去管理公司啊？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样的呀？然后把这事说明白了以后呢，咨询公司就给你出制度啊，也给你讨论，讨论完了把制度出来以后，他们来替你去包括管理啊，好多这个事情做，做完了以后呢，然后过个半年一年的，你再把咨询公司的人叫回来啊，因为你每年要付年费嘛，这些咨询公司，然后说，哎，我们觉得哪个地方不好啊，哪个地方有问题，然后这些咨询公司的人就会嘁哩喀喳再给你改，对吧？这个就是他们谷歌也好啊，这个Facebook 也好，包括像马斯克的特斯拉还有这些公司也好呢，基本上都是这么运作的，就是他去给咨询公司付钱啊，付完钱以后，他就按照你的要求把这个事儿给你做好，不会有大差不差，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总比这些老板说我全职全能啊，我又懂技术，又懂这个人情世故，我还有这个人脉资源，我还可以出去找钱，我还懂这个整个企业管理、什么架构设计什么全都懂。这个呢，只在中国有这样的啊，就是这个全职全能的神就是我们的老板，对吧？这个永远正确啊，这个在国外其实不是这么干的。啊，至于说日本软件的开发管理呢，不是有问题啊。日本软件开发管理，其实我跟一些在日本做软件开发管理的人去沟通过，他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他们日本软件水平低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跟他的软件开发管理是没关系的，是他们的这个劳务，就是软件派遣制度，就是他所有的需求是从最上面来的，然后呢做完了需求以后他就自己不做，一定要去派遣给这个派遣员工去做。对吧？这个制度是真正毁坏日本软件行业和软件水平的一个根结原因啊！就像中国现在这个所有的工程都是弄完了以后找这个外包去干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再往后啊，说没有大项目历练出来的人代码不可能靠谱，开源项目和个人产品跟大型协作项目的取向完全不同啊，这个事儿呢我是不同意的啊。因为我们以前做过大项目，就是这种几千人参与的项目，这个就是非常严格的去做软件工程管理和规划，然后下面所有人就是螺丝钉，这种人其实是没有这个发展空间，也没有梦想啊，这些人其实是要不得的。而这些做开源项目的人啊，这些自己可以去组织起来大型开源项目的人，才是真正的天才。就是跟这种，比如说我做过银行系统啊，我做过这个3000人的银行系统，我这个3000人的银行系统里头，比如说美国做的架构师，对吧？在这个中国做的这个什么软件开发，然后比如说再把印度人弄到美国去做实施部署和这个售后客服，你这样的项目，你说你最后把什么人拎回来？如果你说，哎，我把最后这个上面的总负责人给我拎回来，那他会干嘛？他除了会开会之外，他屁也不会。对吧？所以别费这个劲，千万不要觉得做过大型软件项目的人，这个代码就靠谱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而且那些代码靠谱的原因是规范啊，就上来我先制定一大堆规范。马斯克到了这个 Twitter，第一件事就把这些做规范的人全干掉，什么这个软件代码规范啊，什么这些人全都给开了，这就不是人家追求的方向，对吧？然后啊，马斯克的开源没什么人用。也不是说电动车开源吧，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全靠这个了。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马斯克的电动车开源这件事儿呢，其实对于整个中国的电动车生产来说呢，有一定的帮助，但并没有那么大的帮助。因为你比如说马斯克说了我要去做这个一体压铸，然后中国人说那咱也一体压铸呗，那你说这是因为他开源嘛，也没有那么大核心的关键吧。就是马斯克开源的很多软件，比如像 Grok 啊，就是他那个 AI 系统，1.0开了，开完了以后再也没人管了啊，没有人去这个处理所有的这个后续的问题，也没有人去给它升级和维护，对吧？然后再去升级的时候，它完全像闭源软件一样升级，你升级的过程是外人不可知的。然后马斯克的这个收购 Twitter 以后吧，Twitter 的推荐算法开源了，然后所有人在上面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理，没有人回答。那这种系统肯定就没人用啊，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我开源了，图纸搁这儿了，有没有人看得懂，有没有人那个什么，我就不管了。
你想问任何问题别问我，对吧？这个我都开源了，你问我干嘛？这压根就是假开源啊！这个开源不是这么开法的。好，我们继续。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这个是，中国人还是在这块比较强的啊，比较主张要去学习。老范真是转身不转头啊，这个脖子上做过手术嘛，他就是这样的。这咨询公司听着有点像劳务派遣啊，哎，这还不太一样。这个，但是你说这种管理制度这种东西扔给他们外包给他们其实挺好的，对吧？但是这个像日本这种就是软件派遣，其实是有问题的，这块其实问题是非常大的，导致所有的软件公司长不大。这是你想吧，我现在一个公司里头需要用软件了，它实际上呢一共有3种方式可以做啊。第一种方式就是我自己养自己养一批人做。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我买现成的软件，然后或者是说我直接找这个系统集成公司啊，帮我去定制啊，这个也可以。然后第三种呢，像日本这样就是劳务派遣。那劳务派遣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个软件不属于你啊，是属于上面这个甲方的。然后呢，所有的软件，包括这个过去的系统，都是属于甲方的。你只管在里边像程序员一样干活就完了。那么这块的话，就是给他做劳务派遣的公司也没有任何积累啊，你就是作为一堆的程序员去给一堆螺丝钉去干活去了。你如果是像中国的这个方式，就很多的公司需要用软件，就会找人去给他们做这个系统集成。那这样的话，这些系统集成公司就可以长大，就可以去上市，就可以有自己的技术积累。那么日本最后就完全没有办法。埃森哲、IBM 都是外包派遣啊，里面好多人就是外语更好，技术真的一般啊。是啊，哎，我们怎么又有这个有扳手没有这个什么的人啊？没有会员的人跑出来了？这个扳手没收了。这个我上次去日本，对吧？这个那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他们也是在日本做劳务派遣嘛。说一开始是找了一堆程序员来教人说日语，后来发现实在不行，说干脆找了一帮学日语的这个学生教他们写程序。说这件事情日本人很喜欢，对吧？那你让这样的人去写这种大型系统，那这些人是马斯克要的吗？绝对不可能是啊。洛杉矶大火使得大批加州富豪存储这个私钥密码的电脑和移动硬盘被烧毁了。怎么看？那就烧毁就烧毁吧，这没有办法，对吧？这就没了呗。这个就是这种死钱包或者这种冷钱包出现这个问题是没法办的。但我不知道这个 KYC 以后，就是你做了这个实名制以后，烧毁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去要回来啊？这个我就不确定了啊。最早一批扳手，好吧，现在的扳手基本上是会员专供了，这个是会员就有扳手，不是会员就没收。然后有些人呢会突然加入会员，我就赶快给他加一个；还有些人呢，这个因为工作不是很顺利，会突然离开，我就会收回他们的扳手，等他们下次加入的时候再发给他们。这个扳手就是这么回事了。现在，辽宁外国语大学外语系出口了好多程序员，这不挺好吗？再往后啊，这个马斯克的超级 APP 梦，有人说了，抖音直播模式连抄都不好了，都抄不好啊！这个收购 Twitter 好几年了，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呢，抖音这个模式并不那么好抄，对吧？因为呢，真的是巨多的程序员堆出来的，以马斯克这个一两千人的这个团队根本就搞不定这件事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抖音的直播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叫半自动运营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经常改啊，改的版本迭代的快的一塌糊涂，不停的再去调整。那么这个以美国人的这个玩法，他其实不适应这个事儿，对吧？这个中国人是喜欢干这个事儿的。
这就跟我前面讲这个 Uber 跟滴滴打仗打不过滴滴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对吧？滴滴可以投入巨大量的运维人员和程序员去在一个城市里边去运营这个系统，Uber 就是3-5个人，对吧？它的整个的运营效率其实是要比滴滴高的，但是呢，这个滴滴整个的灵活性啊，还有操作的这种细节这个程度要比 Uber 高非常非常多，但是成本也很高，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抖音这种直播模式，不是老外说我花点钱就可以搞定的啊，包括像什么 YouTube 呀，像什么这个Facebook 呀，超不来抖音的啊。抖音这种模式只能在中国玩，就是大量的程序员冲上去，大量的运维人员盯着数据这个屏幕的人冲上去，然后呢才有可能做出抖音模式来。这个再往后啊，说超级 APP 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集权问题和政治营私问题啊。这个呢，其实不能这么讲，就超级 APP 的产生呢，一定是跟政策有关的啊。你像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比较难以产生超级 APP 的很大一个原因其实是反垄断，对吧？就前面我们有人在讲嘛，说这个美国的电商你可以直接拿到价格，中国电商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价格全都干掉。对吧？就是这种爬虫全都干掉啊！我直接可以自己筑起墙来，自己去玩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在美国可能早就违法了，对吧？你就没法去做超级 APP。而在中国的话，这个事儿就可以啊。所以它确实是有一些这种政策原因吧。但是你说至于是不是集权或者是政治营私呢？这个就属于有点哲学了。这个有机会可以单独来讨论，这个就不在这儿去展开讨论了。好，再往后啊，这个 TikTok 还是新玩法和这个音乐和运镜视频特效研发牛啊，这个紧跟潮流。这种就像衣服，你模仿了下一季淘汰了，还是要灵魂团队的创意。这个抖音现在就摆烂了啊，赚钱为主，没有推动玩法的趋势。就给你们剪映和音乐自己看着办。TikTok 是带动潮流的运营团队，算法其实没多先进，根本不是什么销售团队啊。这个TikTok 呢，确实在潮流这块要更强一些，这个事儿是真的啊。然后抖音呢，这件事儿我告诉你是这样，就是在一个公司里头，一开始在这个赔钱或者说我们在烧钱做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谁做的把产品做得更好，就这个人会有更大的话语权啊。但是到后面，比如说是这个谁是这个盈利了啊，就是后期这个项目要开始盈利了，那就是挣钱的人会有话语权啊，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嘛，谁话语权大了，谁就可以得到资源去做事情啊，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 TikTok 肯定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销售团队的啊，这个只是他们的很多销售团队其实可能在国内啊。继续说这个马斯克的超级 APP 梦啊，有人说了，这个成功复刻这问题问的，这里面其实是两个问题：一，是否能够复刻，这个技术上没啥问题的，不就是按照微信写个 APP 吗？有钱都能干。一是能否成功吗？咋说呢？老范大概率不明白美国人没有微信如何生活。这个例如美国人不用微信打钱，难道无法支付花钱了吗？这好像是卡尔加楚提的问题啊，后边还有好长一段我们就不念了。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们真的觉得超级 APP 这种东西是用户需求吗？不是的，中国人也不需要这东西，美国人也不需要这东西，然后所有人都在上面去写说我讨厌微信这么大这么笨，然后这么多功能去捆在一起，我一点都不喜欢超级 APP，我一点都不喜欢微信，这是对的，就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用户喜欢超级 APP 的啊，这个事儿是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对吧？这个超级 APP 谁有需求？大厂有需求，就是微信、腾讯有需求，对吧？这个马斯克他有需求，很多人都是想做超级 APP，他做不出来，对吧？这个不是说我把这东西做出来就有人用。咱们最简单的案例，川大爷做这个 Truth，对吧？这么大的网红在这儿去号召流量，最后做起来做不起来，
对吧？这个不会说 Truth 就怎么火了，就算他做完这4年总统，Truth 也不可能超过 Twitter， 对吧？这是做不起来的，不要想这个事情。超级 APP 这个东西，所以从来不是美国人的需求，也从来不是中国人的需求，对吧？中国如果没有微信的话，照样可以生活，对吧？我也不是说想不明白美国人没有微信就怎么生活，你们不要觉得超级 APP 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发明，对吧？再往后啊，说总觉得老范有些工业斯巴达派，今天突然顿悟，原来老范没有在西方国家工作过，不知道没有人矿的国家社会是怎么运转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啊，你们也不用想这个我是不是在西方国家工作过，有没有人矿这个事情怎么运转。中国有人矿，那其他有的是国家有人矿，都一样，对吧？为什么只有中美2国有超级 APP？啊，这个我觉得你们想的有点太多了啊。这个至于说我是不是有点工业斯巴达呢？肯定有，这个咱们要承认啊。包括原来还有人说老范有点社达啊，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有，这个没办法。这个咱们首先要承认啊，也不是那么丢人的事情。你像我经常讲的什么大力出奇迹啊，对吧？这个上啊，对吧？大干快上啊，对吧？集中力量办大事啊，这不都是工业斯巴达和这个是包括有点社达的这个要干的事情吗？包括我自己可能还要稍微有点民族主义，对吧？中华民族就是厉害，对吧？至于其他的我们就不管了，这个没什么可丢人的。然后但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愿意承认啊，然后呢，我也愿意承认我自己的这个观点啊，这个问题呢有局限性啊，这个事儿首先要承认，你不能说我不承认啊，我就是对的，然后这个你们任何人说我都不行，这个咱们不至于做成这样啊。这个怎么说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倾向啊。这个如果一个人说我完全绝对正确啊，没有任何倾向，然后那个所有的事情都秉持公正，这种人就已经死掉了啊，这个是不会存在的。还有人说啊，我觉得不会成功。首先，Line APP 已经存在很久了，你要是功能基本都有，缴费啊，你要的功能基本都有，缴费、缴税、支付、转账、聊天、打电话等等都有，但是普及性有限啊。Line 呢，其实还是不够极致啊，就是它还是没有花那么多钱，真正把那个最挣钱的几个项目，其实它没有做，电商、直播、短视频。还有就是，哎，贷款有可能 Line 有啊，因为我自己不太用 Line 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加进去以后，它就会变成超级 APP，包括打车什么，它会成为最终的唯一入口。其实 Line 在泰国，因为泰国人挺多用 Line 的嘛，就是已经在向超级 APP 的方向在发展了，它有机会成为超级 APP 啊。它唯一的缺陷是什么？就是 Line 用的国家应该也就是日本啊，这个台湾啊，台湾算地区吧。政治正确还是要注意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泰国啊，泰国是 Line 比较多，那么这些地方呢人都不够多啊。日本算人稍微多一点的地方，但是也不是特别多。说当年的微软 MSN Messenger、微软 Live Messenger 一手好牌搞砸了，不去维护，花了85亿美金买了 Skype，结果用 MSN 那么多人，没几个跟过去的。10年代以前 MSN 生态是真的有东西，从各个地区的 MSN 主页编辑到新闻下面回复的用户，都是用心写内容。2010年左右就纯属机器人化了。最近听说有团队要重新复活 MSN Messenger，哎，这个事儿 MSN 确实挺遗憾的，就是我原来也是用了很多年的 MSN，但是呢，微软我估计在那个时候是刚刚从上一场的反垄断调查和诉讼里边缓过气儿来啊，所以不太敢搞这个事情。至于说花85亿去买 Skype 的话，其实呢，微软是在想革谁的命？想去革运营商的命。Skype 最核心的功能是语音通话，对吧？而且 Skype 是有电话号码的。微软觉得，哎，这是条路，对吧？我把 Skype 弄回来以后，我就可以把什么 AT&T 啊、T-Mobile，我可以把他们干掉啊。结果没想到是这块还没弄起来呢，微软被人干掉了，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起来，这些软件公司就没有跟过去啊，这是他的遇到的一个问题。他本来应该靠着 MSN，靠着这个
当时还有这个微软自己的这个博客网站啊，还有很多这样的网站，其实应该坚定不移的向互联网方向走，而不是说我上来就要开始去干掉移动运营商啊，这个稍微步子迈的有点大啊，扯到蛋了。好，我们看看啊，很纳闷，外国那么多投资，为什么开发不出一个小红书？外国人真的不会抄吗？海外华人抄不出来吗？哎呀，这个老外也抄，这个而且小红书原来也是抄他们的，对吧？小红书最早其实是抄 Pinterest 啊，然后后来开始抄这个，就是当时还有一个东西叫轻博客，是叫 Tumblr 啊，这个是小红书一开始是抄这几家，然后呢，这个一个产品只要运营起来以后，就会根据自己的运营生态不断的去调整，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产品，包括 QQ 也是，QQ 最早抄的是 OICQ 的，但是后来慢慢运营以后，就有了自己的生态，自己的这个特色，等于就分支越走越远了。至于老外的话，你让他抄这个事儿并没有那么难啊，说抄也就抄出来了。但是抄完了以后呢，这个你能不能再有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再把这东西重新做出来呢？这个就很难了啊。ins 不就很像小红书了吗？小红书也算抄了点 ins 吧，ins 应该比小红书早。ins 真不像小红书吧？日本人用 ins 类似于朋友圈，会禁止非好友看的。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玩法。社达工业斯巴达没啥大问题，咱就关心自己1亩3分地，只要不违法就行啊，是这样的。就是好多华人其实都有这种倾向，恨不得把所有功能都集中到一个 APP，原神这个贷款什么东西都往里塞，工作就工作，生活就生活。这个其实中国出了这么多超级 APP 的最主要原因是，国家不管啊，就是你如果上来就狠狠的反垄断的话，这些超级 APP 也未必能起得来。处罚法律制定好啊，不然生活和工作会交叉，APP 联系不到你就打你电话啊，这个倒不一定了。这个我觉得未来可能就是工作、生活、娱乐会越来越混杂在一起。欧美的创造力真的被反垄断搞伤了啊！反垄断越来越极端，那这次看看这个特斯拉、川普能够搞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油管知名视频流水账大 V 罗宾的儿子罗老二正式进军油管赛道，罗宾亲自下场帮带流量，首支视频上线24小时就突破了800赞，这个评论量突破500条，你怎么看？没什么怎么看的，就互相带呗。你们谁需要做这个，谁想做这个油管啊？你只要别太给我们找麻烦的这个内容，我都愿意替你们带流量。这个大家就互相帮助呗。又赶上直播了啊，老范提前新年快乐啊！大家都新年快乐。小红书现在使用的逻辑和 TikTok 基本一样了，还是有挺细致的差异的，还要仔细去思考啊，否则的话就玩不起来啊。小范现在考完了吗？挂科了吗？哎呀，这个我儿子还是很开心的啊，所有科目都顺利通过啊，没有挂任何一科，然后现在排名应该是年级前20%，对吧？也是这样的一个水平吧，还可以，挺开心的。好，继续。这个告别原研药这一期啊，有人评论了，说这个政府把所有责任推给医院、医保和人民，其实他们官员撒币少一点，贪腐少一点，老百姓免费医疗就解决了。世界通行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都不愿意实行，却想尽办法挤老百姓的牙膏。哎呀，这就没法讲这个事儿了，对吧？这个中国的政府官员或者说这个老板们呢，一直是这么干活的啊，就是他们是最后的裁决者，然后中间的很多矛盾他们是不管的，让下边去折腾。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国社会叫互相伤害的社会，叫互害社会，因为这个规则就在上面啊，这个下边你们就自己闹腾去，包括像什么医闹啊，对
对吧？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对吧？他就是政府不管嘛，让老百姓之间相互伤害，然后最后青天大老爷出来，哎，我给你们断一断啊！而且在这个青天大老爷干活的时候，没准还可以吃了上家吃下家，吃了原告吃被告啊，还可以干这种事情，对吧？他们很多的就是这叫自古以来的中国的人的这个智慧吧，就是这样的。702分，清华理科女学霸嫁给了初中学历电竞选手，老范怎么看？这有什么问题吗？人家是真爱不行吗？对吧？这个任何事情都可以有真爱啊。小范这么努力，这是要保研啊。哎呀，先让他努力吧，到时候能不能保得上再说呗，也可以去争取一下吧。好，再往后啊，这个川普发币这个说跟几位美国华人朋友聊了一下，他们都是大选的时候投了共和党票的，但对于董王发币这件事儿觉得很不体面，就觉得是纯割韭菜。发币这个事儿呢，确实对于很多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人来说是比较难接受的啊，不是那么好接受。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来说呢，呃，我觉得也没必要太去纠结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也讲得很清楚，这是迷因币，对吧？跟任何其他事情都无关啊，跟这个川普的这个政策，跟川普的这个大选，跟川普的这个政府都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就是来开心的，对吧？所以我就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就像我买了本书啊，川普比如说出了本书，我去买了，买完了以后我也没看，对吧？跟这个东西其实很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也不要想说就是纯割韭菜，大家开心一下就完了。说我唯一能想到的大旗是摆脱竞选的资金啊，这个倒不用太想，因为人家想得很清楚，这事儿是无关的。你如果真的是用发币的钱去做竞选基金了，那这个在美国一定是违法的，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即使是以川普现在这么这个如日中天的地位，他也不敢这么乱来啊，这个不会有的。川普呢，好像这两天还在说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我知道啊，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玩的啊，反正这个币我知道，也就如此了，对吧？他也不指望这个挣钱，但是最后应该还是能挣到钱的啊。这个钱，比如说过个2、3年、3、4年啊，这个钱还是能回得来的。有人说了啊，说孙晨宇估计不想活了啊。这个孙晨宇叫孙哥嘛，这个他呢是川普家族的这个加密货币相关的这个顾问吧，或者说在这一块跟他们川普家族有着这个或者叫川普集团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呢，这个前面川普币，对吧？$4500万的资金盘，等于一开始他是掏了一笔钱进去的，那这个钱是谁掏的呢？是不是川普本人掏的呢？我不知道，对吧？但是呢，现在有报道啊，孙雨晨这个在1月19号掏了$4500万给川普集团啊，帮他们去建立区块链生态，那是不是同一笔钱呢？我不知道啊，这纯属偶然。继续啊，梅拉尼亚币好像真的是这位第一夫人发的。这个现在是这样，就是大家都说是好像啊，因为我呢，现在准备节目基本上都是问 ChatGPT 和豆包啊，我一般会问2个，然后呢，他们2个给我回复来去给大家做节目。然后呢，这2个当时问的时候都说不是啊，或者说没有一个，就是用严谨的话说，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证据说明是啊，一般他是这么来去措辞的。对吧？他也不会说明确的否认说这个一定不是，对吧？他只是说这个这是一个这个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它是因为呢这个就是一些大模型训练的时候，包括他们进行这个内容输出的时候，都会偏保守一点，对吧？都会说没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的时候，就尽可能让你相信这是个骗局。所以我当时就说这个事儿不是。
到目前为止呢，好像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说这个梅拉尼亚币到底是还是不是啊？因为梅拉尼亚本人可能也未必有那么多闲工夫来折腾这个事儿啊，他也有自己的追求生活，做时装品牌，对吧？他有自己要去玩的事情。最后啊，这个是刚才大统领在白宫同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软银的孙正义、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宣布星门 AI 基础建设计划，3家私营企业4年总共投资$5000亿，在美国建造实体和虚拟的 AI 训练设施。目前，德州的数据中心正在建造中。上一次是里根大战计划，这一次是大统领星门啊，接下来要围观大国跟不跟这一把了，这才是一盘大棋。我最近一直在琢磨甲骨文，今天股票上跳7%，我觉得甲骨文上跳7%有可能是 TikTok 复播啊，因为 TikTok 在美国的这个服务器是在甲骨文上。这件事呢，我明天搜集信息吧，然后去看看刷一条视频出来。今天的视频我太太还在剪啊，是讲这个字节跳动加入这个 AI 编程战争，而且直接免费啊，这个是不是小白有救了啊？讲了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个等明天早上8点半给大家放吧。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年前吧，就是年前年后，第一个是相关的新闻，有些适合讲，有些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讲啊。第二个呢，就是见人吃饭稍微多了一点，所以就会影响节目的更新，包括过年期间，对吧？还要回娘家，还要四处出去玩耍一下，所以呢可能会断更断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更新没有那么规律吧。但是呢，有这个有趣的话题一定会跟大家去讲的。这个有没有可能川普用这个来索贿呢？就算是它也是一个叫做合法的一个过程，对吧？以后可以试试问 DeepSeek 了啊，这个 DeepSeek 有时候我也会用，不是不用啊，但是 DeepSeek 在这块的答案的水平呢，其实是介于二者之间啊，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要到这里了。这个塔主你们还在不？你们要在的话，是不是我把链接扔给你们，你们可以上来跟我说两句？如果你们已经去下一站去游玩了的话，那就算了啊。今天是卡尔加厨没在啊，所以这个评论就会少很多。卡尔加厨是比较爱聊天的一个哥们儿，是不是这个又去做好吃的去了？对，我今天还干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把这个 DeepSeek R1搞到本机来了啊，那个效果确实还可以啊，效果确实还可以。但 DeepSeek R1我就不准备再去这个录节目跟大家讲了。好，那么没有什么问题，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大家再见。周五应该没有问题的话，还会有直播啊。那么咱们就到这里，再见。